沉睡中醒来，故事从这里揭开，感受着呼吸越变越暖，安静到澎湃，奇迹般的力量，想拥抱你的心跳，牵你双手，看世界那么缤纷，等你探索。当生命有了呼唤，期盼未来，换我迫不及待，要在你生命中陪伴。我会好好照顾阿姨的，你不要来医院了，好好休息。幸亏你给他擦全身，发现了这么大褥疮，肇事大意了，后面能烂好大一块呢。她是孕妇，估计你们平时呢不敢给她翻身，但只要不翻身，肯定会长褥疮的。还有啊，她又用了很多的抗生素，她一旦溃烂了，那后果可不堪设想。阿姨有你们2个女儿，真是好福气啊！你姐每天在这儿照顾，她一走你又来，你们姐俩真用心啊。我姐，对对对，我俩呀最近就是闹了点别扭，不能见面，但是照顾妈这件事儿上，还是要一起努力的。杨天白，回家睡吧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还发着烧呢？对自己太不负责任了。再说了，你传染给阿姨怎么办？我好多了，放心吧。那我答应你，等我病好了以后再来，行了吧？赶紧从人家家。不是我偷懒啊，是他发现阿姨身上有褥疮，我在旁边不方便看，他就把我赶出来了。我知道，你怎么可能会偷懒呢？这个椅子这么凉，你都睡了好几天了，快回去睡觉吧。再这么陪我熬下去，都熬出病来了。我会好好休息的。去。真的？真的会好好休息？那我们一起回去，不送你。不用，你先回去吧。我想等聪瑞出来，跟他说几句话。别吵架啊！人家帮我妈妈处理褥疮，我在等人家出来吵架，我还是人吗？好了，放心吧，快走吧。那你聊完赶紧回去。知道了，我走。回去告诉我。好了，快走了。退烧了吗？谢谢你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我看阿姨这个样子啊，其实你当初怪我也是应该的。早知道现在这么痛苦，当初就不应该给她希望。其实这段时间我也想通了，再生一个孩子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。你帮他保住了孩子，他应该是开心的吧？我现在就希望他能够平安的生下孩子，说不定等孩子生出来，
他就愿意醒。一定会的。胎盘早剥，必须马上动手术。田主任，陆羽怎么说都不肯签手术同意书。田主任，那做不做呀？做，天塌下来我顶着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田主任，您说什么？叫田主任。田主任，王主任叫你。王主任，今天这台手术由吴从瑞主导。不可能的，我不行。你是我的学生，你可以。我知道自己的状况。这不符合医院规定啊！这台手术本来就不符合医院的规定，不是吗？你不要拿你和孩子的性命开玩笑。剖宫产，他可以。吴从瑞一直不敢往前冲，所以他的导师，我一定要给他一次机会。而且有田主任你就在他旁边，绝对不会给他出错的机会，不是吗？王主任，你真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。我和孩子因为从瑞才捡回了一条命，我不怕。从瑞，交给你了。你可以的，加油！交给我。如果情况复杂，我再介绍。把你从黄主任身上学的东西，拼命使出来吧。手术时间23点10分。王主任，是个漂亮的小姑娘。陆迪，你来封口。为什么？你技术好，我想让黄主任的刀疤一点都看不出来。好，我一定不负重托。别拍了，你不是来看我的吗？你对着他拍了半个小时了，请关注一下他的妈妈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可爱呀！以后我也要生女孩。哎，不对，男孩我也喜欢。其实也不是非得要生孩子，两个人在一起开心幸福就好了。幸福什么呀？最近这个李俊霄呀，见不着人了。以前上班的时候陪我上班，
下班了呢就陪我约会。现在可倒好了，轮休日，就说他在忙。我问他你到底在忙什么，他就说啊没事没事。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呢？是在忙田主任交代的那个论文吧？这算理由吗？这住院总谁不忙？什么时候不忙？哎呀，情侣之间最忌讳的就是互相猜疑，你找个时间当面问问他就好了。怎么了？想说什么呀？王主任，以前我觉得我的婚姻特别完美，你的婚姻也特别完美。咱们在妇产科工作，见过了太多太多的夫妻两个人，有的为了一丁点小事就吵得没完没了，为了一点小钱就争得你死我活。我那时候还觉得，像咱们俩这样高情商、高智商的女生，就是把婚姻经营得太好了。可是现在想想，真是讽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对婚姻产生了一种恐惧。我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。我的事，应该让很多人都很失望和惊讶吧。这些年，一直在很努力地维持一段假的完美婚姻，我也很累。我不能保证你下一个遇到的人会不会是一个完美的人，我也不能保证我自己。但是有2点是很重要的。第一，不要把上一个人的过错和阴影带入到下一个人的身上。第二，就是一定要及时止损，一旦发现这个人不合适，不能心软，不能忍耐，不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对方的改变上。我走了。想好记得告诉我。好的。不拥抱一下吗？我给你换成拿铁了，感冒了不可以喝重口味的咖啡。葱儿姐的奶茶也买好了。你说，要是你看见自己的好朋友的男朋友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，你会告诉他吗？如果你不确定他信任你，那最好别说。聪瑞会信我，还是信李俊霄？请进。妈，思琛，哎呀，思琛，你来了，来坐。我给忘了把这个小男子汉接回来了，让妈妈看看。哎呦，怎么又黑又瘦啊？妈，这不是瘦，那都是肌肉，我壮了，妈妈。是肌肉，现在是个小男子汉啦。到时候就可以好好保护你们了。这是妹妹吗？这么软啊！你小时候也这样啊？妹妹，我是哥哥，以后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哦。他对我笑了。得了，以后又是个妹控啊。妈，我有一件事想求您。什么事啊？我想回学校。可是你爸给你办退学了。我要回到正常的学校，我要当最好的学生，再回去考重点。妈妈，我要特别努力，将来考最好的大学，我要做最优秀的，好保护好妈妈和妹妹。妈妈知道了，妈妈一出院就去求那个校长。妈妈也要保护你们2个，把你们的抚养权拿到手。我们加油，加油！又来了，你天天发还真不嫌麻烦啊？
天天发这么多也没见你收回媳妇儿，别人不蒙蒙眼就算了，你也不给孕妇做。我推荐了，甚至都夹在病历本里让他们带走，可就是没有几个人愿意做嘛。哎，人家不愿意填，总不能我威胁人家。我不管，今天你至少给我收回媳妇儿来。行行行，作为你的哥们儿，我尽力。你好，孕妇啊，在怀孕的时候激素水平变化比较大，情绪变化很大。你看一下这个量表。我们不要嘛，不要。你好，你看一下这个围产期育量表有没有这个情况跟这个。哎呀，不做不做，我老婆不抑郁。你怎么知道不抑郁？哎，你好，你看一下这个围产期育。笑啥？哎，你好，您看一下这个围产期抑郁。哎，你好，围产期抑郁量表。不要。情况啊。你好，围产期抑郁量表啊，理解。我问你，中国病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？这么大命题，那不得写个论文好好分析一下？写什么论文啊？你搞科研搞疯了！我告诉你，中国病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讳疾忌医，是病耻感。特别是在精神科和妇科，中国很多情绪病患者一般都不敢去医院，那是因为很多那种专科医院都被叫做精神病医院，而妇科，很多人都把妇科疾病和滥交联系在一起。你在一个那么多女人聚集的科室，公开的让他们填你这个精神病的量表，谁敢填？有病的人在别人面前不敢说，没病的打你一顿都算轻的。那我这个围产期抑郁的全面检测岂不是搞不下去？我觉得，其实你可以换一个方式。什么方式？你可以做一个测试的小程序，把二维码贴在医院里面比较隐秘的地方，比如说女洗手间。这样的话，孕妇就可以悄悄地拿手机扫二维码来做测试，你也可以得到比较精准的孕妇信息。今天由我来主持一下咱们跨科室的临床科研会议。首先由我们神经外科说起。神外今年第4季度的重点是申报围产期脑损伤的国家项目。鉴于咱们妇产科床位比较紧张，而且呢，咱们这个围产期脑损伤的孕产妇到底的归属，是归属到神经外科，还是神经内科，还是妇产科，一直呢界限模糊不清。所以我提议由我们神经外科拿出几间这个病房来，专门成立一个跨科室的联合病房，来救助围产期脑损伤的孕产妇。张主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当然愿意了，这好事儿啊，刘主任，刘院长。以前呢，我向院里要病床呢，也是为了这个事儿。您这煞费苦心的把病房都拿走了，现在调回头来做这个跨学科的病房，真是没想到，没想到。用途是一样的，但是主导权可就不一样了。哦，是，怎么样？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异议的话，我们就开始推进了。这是好事儿啊！谁会不同意啊？我们神内病床流转率那么低，这个安排让我们也松了口气啊。另外，为了这个项目，我还想找田主任借几个妇产科的年轻医生过来搭搭下手。好，那我回去安排一下。不，我有指定的人选。我们现在妇产科人手本来就缺，哪能让您指定啊？万一要指定是我们骨干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我想要的有可能是你不要的人。你比如说，杜弟，那个住院医师，就不错。刘院长以前公正严苛，今天倒是举荐不避亲啊。这个杜弟是不是你儿子的女朋友啊？就前些日子他妈妈成植物人那个。这不是刘院长的作风啊！小儿女朋友的事我不清楚，
我只不过是有几次跟妇产科联合手术当中，这个小医师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罢了。另外，田主任那儿名额比较紧张，我只不过是想提携一下有潜力的后辈罢了。咱们像这么优秀的人才，如果留不住，那我真不知道生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。而且我觉得，这样优秀的医生，就是转科室，也未尝不可啊。我们可没说要转啊，那可是我们妇产科的医生。哦。哎，我怎么听说田主任最近又被诉讼了？那这个名额有点难拿呀。哎，就这点小事儿，您至于拿出来说吗？再有，我们妇产科做跨科室合作，又不是只有跟省外。最近我们的年轻医生研究出来的这个围产期抑郁量表小程序，受到了广大的孕产妇的欢迎。不但我们本院很多孕产妇都做了量表，及时的发现自己产前产后抑郁的情况，还被医疗界的各种大 V 频频转发，搜集了很多孕产妇的资料。这对我们跟精神科做跨科室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不知道这位青年医师是哪位啊？刘念白啊。刘念白，那是不是我应该先骄傲一下？啊？哎，魏哥，那你帮我组的局，你怎么还没到啊？你不来我怎么进去啊？很尴尬。我现在紧急收了个重症患者，实在过不去。他是你亲爹，又不能把你吃了。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。哎，这不会又是你的阴谋吧？省省行吗？你请我过来吃饭，就打算这样一言不发，一直到吃完吗？不是我请你吃，是魏哥。如果你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先走了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忙。你有事儿？那个，就是杜弟的妈妈今天又做了 CT， 我就想请您再多请一些专家来会诊一下，看看还有什么办法。还请什么专家啊？业内知名的都来看过了，那再请只能请院士了。院士可以。好吧，那我试试看。不过你也知道，这么多专家都来看过，都无能为力。那院士也不是神仙，也不可能一下子扭转乾坤。这个我知道，但还是想试一下，或者说不断试一下。杜弟，这孩子的性格怎么了？虽然你总是说我没有资格过问你的生活，但是作为你的父亲，有些话该说的我还是要说。杜弟太要强，太想赢，在工作上也许是完美的，他可以拼尽全力去达到自己的目标，事业上也会不断的上升和进步。但是在生活上，这种性格不适合婚姻。在事业上太要强的女性，往往是以牺牲家庭为代价的，你懂吗？所以你也是这么看我妈妈的，是吗？你爸是过来人，过来人也不代表什么都是对的。
我不懂什么性格在工作和婚姻中的区别，我只知道我欣赏和尊重杜迪，未来我会跟他一起面对各种问题。未来，你跟他已经在规划未来。我不知道他怎么想，我是想一直跟他在一起。原来你是认真的。我是。不能继续妊娠，必须终止。田主任，这位医生太激动了，能不能给我们点时间，让我们商量一下？行了，我再跟他说几句。冷静一下。患者刚刚确诊恶性肿瘤，正需要冷静思考的时候，你这么激动，对他们来说于事无补。田主任还在里面呢，你就放心吧。田主任只会打安全牌，只会听家属的。她的情况不能继续怀孕，会没命的。也不尽然，妊娠合并宫颈癌也有治疗怀孕同时进行，最后生产成功的。你经历过吗？你知道什么呀？老婆，咱们先治疗好吗？医生说了，你现在情况特别容易恶化，但是一旦治好了就可以保好多年。咱们治好了之后再怀孕不行吗？万一治不好呢？癌症的事儿谁说得清楚啊？万一治好后我不能怀孕了呢？那万一你的情况恶化了呢？就是因为有这样那样的万一，我才选择保孩子。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，肚子里的孩子还不是一个有形状、有思想的生命，可是他已经跟我朝夕相处6个多月了，我能感受到他的态度，他跟我是有交流的。现在让我跟他分开，我做不到。医生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换孩子一命。等所有的检查结果都出来以后，我们会开个会讨论一下，根据具体的情况会给你一个合理的建议，不用着急。田主任，小柯这些年很不容易，请你一定要救他。我们尽力。吴医生，黄主任介入了吗？已经介入了。我在线上。在林医生的强烈要求下，我们今天对一例妊娠合并宫颈癌的病例来开一个临时紧急会议，大家谈谈自己的想法。黄主任，您先说说吧。好。国际妇科肿瘤协会和欧洲妇科肿瘤协会认为，在孕20到30周宫颈癌1B2期及以上的孕妇中，唯一能够保留胎儿的方法，就是进行新辅助化疗继续妊娠。但孕35周胎肺成熟后，立即剖宫产终止妊娠，并行肿瘤规范化治疗。以患者现在的情况，恐怕根本等不到胎肺成熟。IGCS 和 ESGO 在2014年的共识中认为，分娩的时间尽量推迟到足月，也就是大于或等于37周。但是我国抗癌协会发布的专家共识中提出，可以完成2到3个 NACAT 疗程后就促胎肺成熟。如果在妊娠期间出现恶化或必须放疗，促胎肺成熟后即可剖宫产免除婴儿，尽可能尽早的终止妊娠的时间，开始规范化治疗。CSCCP 2018年妊娠合并子宫颈癌管理的专家共识中，对于孕20至30周，如果病情加重无法进行 ANCT 时，终止妊娠的时间也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意见。在这里，孕24周先做 ANCT 是无可争议的，孕33周后促宫颈成熟后剖也无悬念。30至33周的处理是否做 ANCT， 还是直接促胎肺成熟后剖宫产，才是值得权衡利弊的。即使是拖到33周，风险也太大。这28周胎儿就有可能错过，为什么不28周就剖出来，尽早治疗患者？28周也不一定能错过，要是没存活，岂不是白忙活了？我们要做的，就是把各种情况、各种利和弊，全部告诉家属，最终决定还是由患者和患者的家属来决定。我就知道，医生为了免责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但是，我想请在座的各位好好想一想，作为医生，
我们是不是该尽量保护患者的生命，或者应该尽量说服患者按最理想的方案去前进，而不是一味的去交给患者和家属自己去选择？因为很多患者和家属，他们根本没有那个能力选择，甚至会为了一些特别固执的想法和信念，置生命于不顾。患者、家属和医生所知道的完全是不对等的。我们光顾着安全，却不敢大胆地告诉患者和家属最接近真实的东西。难道我们做医生的就应该这样蝇营狗苟的混医生吗？林卫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你所说的有失偏颇。有时候医生也未必能判断出真正的最佳方案，因为疾病有突发和意外的可能性。医生如果不注意免责，不保护自己，以后就不能行医了，就不能救更多的人。还有，患者和家属的知识虽然与我们不对等，但是他们自己做的选择，至少不会找医院的麻烦，不会后悔。你怎么知道不会后悔？吓我一跳！我从来没见他这样，他怎么了？他这是感同身受。我可能确实不知道，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把个人情绪带入到这个病里。我没有个人情绪，你根本不懂。吃完饭了吗？赶紧出门，来不及了。你怎么还没吃完饭呀？每次吃饭都吃40分钟，是吃饭呢还是吃药呢？行了，别吃了，不许哭，赶紧出门上车。每次送完你我都要迟到。走了。干什么都慢。我和你爸都这么机灵，怎么生了你这么个马郎中？早上起床起半天，刷牙刷半天，吃饭又吃半天，书包还得我帮你整理。你再这样子，以后别吃早饭了。妈妈，我饿。饿，那你为什么不能早点起来呢？早饭为什么不能快点吃呢？不许哭！别哭了，再哭以后坐地铁上学，我不伺候你了。老婆，怎么又做噩梦了？老公，是我害了我们的女儿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她呀？我明明知道她吃饭很慢，我可以早一点叫她起床，我也可以把面包带着给她路上吃。她在临走之前还在被我骂，她哭得好伤心。老公，我对不起她，我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啊？我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啊？不是你的错。怎么了？医生，医生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一定要帮我保住这个孩子。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，我不能再失去这个孩子了，医生。你先好好躺下。我求求你了，医生。吴医生，你可能不太知道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孩子，这更是我老婆这辈子最大的心愿。之前我们备孕了很久，一直都没有怀上。直到我女儿记事的那一天，我跟她说：“你回来吧，妈妈对不起你。你可不可以回来啊？让我再好好的爱你一次。”没多久，医院就通知我，试管成功了。我知道我的女儿回来了。怀孕以后，我一直都很小心，可能是老天想多给我一点考验吧，让我得了宫颈癌。如果为了保这个孩子，我死了，我不后悔。这是我应该还我女儿的。医生，你就帮帮我吧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帮帮我好吗？你的情况我会去跟田主任说的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保住这个孩子，就不能情绪激动。答应我好吗？好，
我听您的，医生。辛苦医生。怎么了？哪脏了还是怎么？你厉害呀，杜弟！田主任斗不过的人，轻轻松松被你搞定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刘振华在全院宫的会议室点名提出看好你，还说杜弟要是留不下，盛季还有救吗？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啊。那有什么不知道的？就是搞定了比自己小的学生，副院长的儿子，后来又因为裙带关系升官发财了呗。云霄，你天天的是吃了柠檬还是怎么的？怎么就这么酸呢？我没有吃柠檬，我是陈述事实。君霄，你过来一下。你看他是不是欠笑？哎，你放心吧，总之这下盛院总肯定没什么悬念了。田主任他才舍不得把你放给刘院长呢。所以努力了半天，最后还是要靠关系升职。哎呀，你怎么死心眼儿呀？能升就行，你管他怎么升的呀？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真不知道。那你就去替我跟刘院长打个招呼。虽然我很感激，但说好了公平竞争，我就要拿出来真本事。我不需要任何人对我的额外关照。我去查房了。我可不觉得是那倔老头子额外照顾你。哎，你早饭还没吃呢。你不要再针对杜弟了，他已经很辛苦了。我没针对他，我就是看见他道貌岸然的样子，忍不住怼他两句。你这样会让人认为你还在记恨他甩你的事儿。谁说的？我早就不在乎这件事儿。那你以后别怼他了。好吧，既然你不开心，我就忍忍了，以后都听你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对了，明天我调休，你正好也轮休吧。我们俩要不要去吃饭看电影？我可能没时间。你怎么总是没时间啊？你看，除了手头上每天要完成的工作，还有田主任的论文，还有……哦，我知道了。你好好搞田主任的论文吧。谢谢你啊，我一定尽快。你看，田主任找我了。那你快去吧。整天在忙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不考虑，不要再打电话联系我了。工作就是工作，你一定要说别的。我不考虑别的。我准备向村人求婚了。我就知道在这睡觉没人能发现得了。看来我这是要双喜临门了呀。艳阳，李医生太忙了，我跟主任说了，由我们的海归高材生刘医生来负责你们。哦，你们好，叫我小白就行。你好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去忙了。谢谢李医生。刘医生，哎呀，我这外甥女儿是独生女，家里又娇贵，还拜托您耐心一点啊。放心放心，我一定照顾好。哎，刘医生，你喜欢吃辣吗？喜欢呀。我也爱吃，可惜我现在吃不了，每天只能看美食视频解馋。我也爱看，像什么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，我每次看完都想吃遍大江南北。你也看那个？我现在每天都看呢。真的，我现在看的时候，我每次都暗下决心，我生完孩子，我一定把里面所有美食都吃个遍。生完让他带你去。生完咱就吃啊。你答应我了啊？哎，你这光哭不使劲儿怎么行啊？我受不了了。别哭了，你再哭我也想哭了，老婆。
我也想哭。都给我闭嘴，听我口令。宫缩来了啊！闭住嘴，使劲来。屏住，使劲。吃奶都比你这劲儿大，再使。再吸气。屏住，使劲。全身力气都给我使出来，快点！好了，停，再等下一次。我的妈，刘念白，你要是不能让他闭嘴不哭，以后就别接我的产妇。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你那么聪明，你看他喜欢看什么，喜欢干什么，就给他弄回来。现在产程这么长，孩子再在里面待一会儿都要窒息了。他喜欢看美食视频，我吃给他看。我的肠粉还没吃呢。借用一下，回头还你。哎，来看看这是什么？想吃吗？想。抓紧生啊！生完我请你吃，再不生就没得吃了。好，宫缩来了啊！使劲来！老婆加油！加油！不错，再来！快了！恭喜你当妈妈了！哎呀，是个小男孩。恭喜你当爹了！怎么样，我聪明吧？哼，身为一个医生，在产房吃酸辣粉，你等着挨罚吧。哎，来，去喜糖了，我当姨姥姥了。谢谢。来，你们都过来分一下。谢谢。喏。干嘛呀，护士长？放心，我是有红包。我外甥女家开餐厅的，他本来要给我说别啊，制度不允许，所以他们就拿了一堆餐厅的代金券。哎呀，我做主，你收着，请大家吃饭。